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当前呢，在大陆举国轰动的新闻，当然就是欧金钟杀人事件了。到今天为止呢，距离他匹夫一路，天下皆惊，已经过去了整整的5天时间。莆田市呢，出动了数百的警力，到处设卡封路，如临大敌。在这个海陆空啊，整个都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甚至还出动了直升飞机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索，想要全力的缉拿欧金钟。但是呢，这个欧金钟呢，他的下落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有如石沉大海，踪影全无。那么大陆的网络呢，在14号曾经是一度盛传说欧金钟已经有自首了，但是呢，经过大陆媒体到现场去向值班的警察进行证实呢，这是一条假消息。欧金钟呢，他目前依然是处于逃亡之中。在昨天呢，我有幸受邀参与了希望之声 TV 的一个直播节目。在这次节目中呢，我们就已经有谈到了欧金钟事件的一部分的话题。但是今天呢，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话呢是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尽管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了这个欧金钟的故事，我还是尽量的先简要先介绍一下，就是他这个案子的概况。在10月10号的中午呢，福建省莆田市平海镇的上林村，发生了一家5口2死3伤的这么一个恶性的案件。伤者中呢，还包括一名10岁的儿童。那么当地的警方随后就发布了一份协查通报，说上林村的村民欧猛忠呢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这个欧猛忠其实他就是欧金钟。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呢，欧金钟啊，他与受害者本是一个邻居关系，两家的矛盾呢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就是当年呢，欧金钟一家呢，他想要翻建自己的住宅，没有想到在把旧屋推倒，准备要修建新屋的时候呢，却被邻居一家联合了各种力量百般阻挠，导致呢，欧金钟一家被迫的在一个非常简陋的铁皮屋中栖身长达6年之久，其中还包括他已经89岁高龄的老母亲。在10月9号这一天呢，欧金钟的这个铁皮屋的它屋顶被台风给吹落了，这个残片呢就掉入到了死者家的这个菜地里面去。欧金钟呢，他是去拾捡这个铁皮的时候呢，就踩到了地里种的菜，结果就被死者的家人恶言的辱骂。这个呢是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在第2天，欧金钟就拿着柴刀上门行凶了。我们说句实话，在欧金钟事件刚刚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啊，并没有引起我的一个特别注意，因为经常关注大陆消息动态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在现在的大陆啊，因为这种人际矛盾而导致恶性犯罪行为的发生的例子啊，实在是太多了。大陆的媒体呢都在高喊说这个社会的戾气太重，也都已经喊了不知多少年了，但是呢，谁都没有办法来扭转这样的社会风气。大多数人呢也都不清楚为什么生活过得好了，他反倒还出现了这样的巨大社会危机。那么随着欧金钟这个案子它的内情被这个媒体逐步的披露出来，包括他多年的上访啊，还有寻求媒体的帮助等等那些记录啊，一一的都被挖掘出来以后，大众的关注度也就开始升温了。而真正令舆论在一夜之间进入到一种爆炸状态的，恰恰是当地的平海镇的镇政府他们自己。他们在10月12号又发布了一份堪称是奇葩的悬赏通告中，就公然的宣布说，提供破案线索的呢，奖励2万元人民币，而如果发现了欧金钟的尸体的话，就可以奖励到5万元。那么这份通告呢，它几乎是在瞬间就点燃了大众的怒火。无数的帖子啊都在痛骂这个政府，说这是在公然的买凶杀人，高声质问说平海镇政府是否是有蓄意灭口的不良企图，这背后啊是否会牵涉到镇政府有惧怕见光的黑幕等等。那么正是政府的这一份抓活的有奖，但是死的赏格更高的这个通告呢，它进一步的助推，才引发了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又一次的网络奇观。就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这个网络朋友呢，都公开的表示说对欧金钟的同情。
在一个网友自发进行的民意调查之中呢，站在欧金忠这一边的比例高达83%，而站在死者家庭那边的比例只有3%，剩下的呢都是不表态。那平海镇政府发布这个悬赏通告，它的确是一个很反常的行为。因为呢，根据中共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只有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它才有权来发布通缉令，而这个悬赏通告往往是和通缉令是并行并用的。因此呢，在警方都尚未发布通缉令的情况之下，这个平海镇政府他们擅自的就来发布一个刑事案件的悬赏通告，它不但涉嫌跨界越权，而且呢，它显示啊，该政府它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在促使他们巴不得欧金忠永远的闭嘴。欧金忠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了舆论的沸腾啊，最关键的因素，它当然是因为欧金忠他所有手续齐全，却始终无法顺利的建房这件事情，就是导致他一家大小呢，只能够常年蜗居在铁皮屋的这么一个奇怪的遭遇。据这个多家大陆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个是因为在当地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是建新房的都必须要获得各家邻居的签字同意以后才可以。那么让欧金忠拔刀相向的那家邻居呢，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才百般阻挠，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可能朋友们啊都有看过了，就是那张欧金忠与死者一家的那个房屋对比的照片，对吧？死者一家呢，那个高大敞亮的4层的小洋楼，与欧金忠的那个低矮丑陋的小铁皮屋呢，它是形成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它也非常形象地反映出双方在这个村里的地位的高下。死者一家呢是村主任的亲戚，那么就这么一点点的权势，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潜规则，他们就可以做到只手遮天，活生生的把欧金忠一家摁在这个小小的铁皮屋里面6年都动弹不得。我们客观的说啊，欧金忠啊，他并非是不明事理之人。如果说他早年曾经冒险救过同村的孩子，他甚至还救助过海豚呢，这个是出于他这种我本善良的一时之热血的话，那么他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是用尽各种合法申诉维权的这种渠道和方式，就说明他直到崩溃之前的那一刻，其实都是保持着高度的理性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上访记录啊，他从市里一直延伸到了省里，甚至一直告到了公安部。他联系过众多的媒体，从地方的小媒体到那个不可一世的央视的焦点访谈等等，他都没有漏过。没有多少文化的他呢，甚至还新买了一个智能手机，花钱去注册了一个微博会员，到那个里面去发帖去鸣冤，希望啊能够得到高人的指点，得到帮助。他尝试了几乎所有一切合法的文明的途径，但是呢都毫无反响。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类似像他这样啊，就是受委屈被欺负的遭遇啊，在大陆可以说遍地都是，四处发帖啊，希望得到舆论关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多到大众都麻木了。在那些手握权力的各级党棍的眼里，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边缘人群连韭菜都算不上，他都没有多大的收割的价值，他们只能够算是野草。他们甚至都不屑于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多看一眼欧金忠冥思苦想才写出来的那些申诉的材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欧金忠的失控，它其实可以说是必然的。即便今天没有出现欧金忠，明天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王金忠，或者说是张金忠，甚至保不齐什么时候还会出现一个张献忠。也就是说呢，欧金忠事件的背后啊，它有着非常深刻的体制的根源。我们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同情支持欧金忠，他们是在支持欧金忠杀人吗？当然不是，对吧？他们同情的是欧金忠多年讨一个说法而不得的这种遭遇，他们支持的是要对相关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要进行追责和调查。这个恐怕才是当地政府乃至是更高层的党官们感到恐慌的原因。像那个一向不说人话的胡雕盘胡锡进，
这一次呢，他也是继续的保持自己的本色，在这个舆论发酵的第一时间，他就跳出来发文，声称说需要对欧金钟严惩，再加上谴责，而非是道德开脱。他声称所有同情欧金钟的人都是在美化杀人犯，你们是在混淆是非，并且进行价值误导等等。我们客观的说，胡锡进这类人呢，他的确是有一种本事，就是他总是能够把一件非常龌龊、肮脏的事情呢，他3、2句话就可以把它变得云淡风轻，甚至还带一点小清新。或者他可以把一段难以想象的绝望悲惨的经历呢，转手就可以翻新成一种高大上的主旋律的呼唤。也就是说一个偶尔不说人话的人呢，他是很常见的，但是要想做到像胡锡进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坚决坚持的不说人话的高标准，全天下还真没几个人。就像欧金钟的这个案子，欧金钟一家带着9旬老母，被迫的蜗居在那个闷热潮湿的铁皮屋，足足6年时间，进退无据，走投无路，可以这么说。这其中有多少的艰难和屈辱？结果呢，就被这个湖边一句邻里之间的利益纠纷，就这么就轻松化解了。仿佛呢，这个只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充满温馨的无伤大雅的一个小碰撞。而当胡锡进他以非常高大上的口吻来声称说他也是支持每个受了委屈的人以法律允许的各种方式追求正义，甚至还支持说这个对欧金钟产生绝望的原因要进行调查的时候，那么欧金钟曾经以各种合法的方式苦苦追求正义，但是却总是被法律把他一脚踢开的这么一个漫长而悲惨的经历，几乎瞬间就被这个湖边给抹掉了。似乎欧金钟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可以去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所谓神圣而又庄严的法律的帮助一样。在胡锡进的语气中他甚至还带着一点嗔怪，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不能够因为说发生口角吃了这么一点亏，你就可以这么灭绝人性吧？中国已经在推动和谐社会这方面做得很好了，你怎么能够这么一点小小不言的委屈你都忍不住呢？你都要给国家抹黑呢？大家也看到了吗？这个就是胡锡进这类人的恶毒与狡猾之处，他刻意的忽略无视民众对惨剧根源的挖掘，他还不动声色的进行掩盖与误导，把所有的罪责他都堆砌到这一长串各种伤害叠加起来的那个链条的最终端，或者说他直接抹掉了这个弱者他被一步一步逼到墙角，甚至是逼到悬崖边的这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呢，把所有的罪责都指向弱者在掉下深渊之前的那个拼死一搏的那么一瞬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胡锡进这类人才是反复的制造欧金钟张扣扣以及像夏俊峰这一类悲剧的最主要的根源。在他们的概念中拥有强权的一方无论如何肆无忌惮地操纵着游戏规则来进行合法的行恶，来剥夺他人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去占尽他人的便宜，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你玩不过呢，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嘛，或者说是因为你太愚蠢，就像马云说的那样，你不懂得领会这个996是修来的福报这样深刻的幸福感。而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只要有那么任何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这套规则就将立即以义正辞严的方式把它瞬间给扼杀掉，同时还要给你扣上一顶特别肮脏的帽子。刚才我们说了，大众支持欧金钟绝对不是说支持他去杀人的这种暴力行为，而是支持对这套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和合法性要进行质疑，支持去修改这套游戏规则，这个才是关键。而这恰恰呢是胡锡进们绞尽脑汁极力的避免去提到的东西，这也是胡锡进们绞尽脑汁要去偷换概念、转移焦点的原因的所在。所以呢，欧金钟的行为
它绝对不是胡编，他靠玩弄文字游戏的那个说的什么利益纠纷。因为真正让这个欧金忠陷入绝境的，他其实是层层这么传递下的这个公权力。他这6年中啊，曾经对公权力的信任有多大，他最后崩溃的时刻那个绝望他就有多深。结果呢，就是他选择了以毁人也自毁的方式去反抗这个权力链条的最末端，也就是直接的伤害他，反复的阻止他建房的那个邻居，那个村干部的亲戚，那个是欧金忠他唯一的能够够得着的高度。欧金忠的方式，他当然是非法的。我们也都知道，他即便是自首，他也几乎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这个呢，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行为太暴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遭遇太普通、太有代表性了。站在党国的立场啊，如果说今天就让他活了命，明天可能就会有无数个欧金忠会放下正在写上访信的那支笔，转身就拿起冲冠一路的那把刀，那个就将是很多党官睡不安寝的噩梦了。也就是说呢，在法律意义上呢，欧金忠他是罪人，但是呢，在社会意义上，他唤醒了很多对中共体制带来公平还抱着幻想的很多的人。好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要的说一说另外一个与大陆朋友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事情，就是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呢，将在明年要正式的执行了。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央行在近日有发布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自2022年的1月1日起实行，也就是明年的元旦。它的内容呢，包含了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使用，还有安全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份文件中呢，官方他讲了很多如何注重个人信息保护之类的鬼话，而真正与大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呢，就是官方从此将把征信的替代数据应用要纳入到监管范围之中。这个话听上去呢比较官方，也比较专业，不太好懂。其实说白了，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多种类型的替代数据呢，它也进入到了信贷的领域。那么这些替代数据都有哪些呢？它包括你个人的交易、你的这个社交，还有上网的痕迹等等。如此一来呢，这个征信的数据来源，它也由传统的金融机构就扩大到了像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数字金融公司等等。那么根据这个官方的认定目前能够合规的采集个人信息的机构呢，它只有3家，它分别就是央行的征信中心，还有百行征信以及普道征信。这3家呢，它都是由国资控股的企业。那么这个文件它和普罗大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我又不做生意，我也几乎不涉及到信贷这个领域，我也不借钱，那么官方他要查什么数据，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关系很大。我们都知道百行征信，比如说它有8个这个民营征信机构充当它的股东。在这8个股东之间呢，就有阿里巴巴的芝麻征信和这个腾讯征信在内。这个就使得在大陆呢，这个征信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金融交易的概念，它把这个数据来源的范围呢，扩大到了每个人几乎所有的生活记录。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向银行去借过贷的，比如说他是个打工仔，他不会在央行的征信中心留下他自己的征信的记录，但是呢，他只要在互联网上留下任何行为轨迹，这个互联网公司都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挖掘来分析预测他的信用价值以及他的风险高低，甚至为他去建立出一套完整的个人信用的评分档案。换句话说呢，你通过互联网你做了任何有损信用的行为，比如说你打车违约啦，或者说你订餐爽约啦，你在朋友圈去卖了假货啦，或者说有谁盗取了 QQ 号或者是微信号，以及发布了假消息等等，都可能会被记录下来，给你的个人信用就抹上一个污点。要知道，
仅仅是这个蚂蚁金服这一家公司啊，它就有高达3亿的实名用户，它覆盖了中国近一半的网民。它的内容涵盖了像包括购物、投资、生活、公益等等上百种场景的数据。而这个个人信用评分呢，它已经在像医疗啊、保险啊，还有就是学生你要创业、你要就业等等这些方面，都开始广泛的应用了。评分高的人呢，你比如说你在医院做手术，你都可以免交押金；你去企业进行应聘的时候，可能会提升你的成功率，甚至你连租个房子，你都会得到优先权。相反呢，评分低的人呢，你的衣食住行、你的就业、升学等等各个方面，你可能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用朋友们很熟悉的在大陆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在起跑线上，你就已经落后一大截了。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发布假消息呢，它也是严重的影响自己征信记录的指标之一。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是假消息呢？这个标准是官方说了算，不是你说的。比如说你认为的一个真实的信息，像这个毛岸英是吧？他是死于贪吃这个蛋炒饭，但是在官方的标准之中，这就是属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假消息。尤其是在刚刚公布了非公有资本不得参与新闻的采编播发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个恒大财富的投资者啊，他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个暴雷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有可能被定义为你这是在散播假消息，从而让你失去乘坐飞机或者乘坐火车的资格。那么这个还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么说吧，在此之前啊，中共它其实已经有颁布实施了像这个数据安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它已经基本构建了数字集权的一个法律框架。现在中共啊，通过大数据的技术啊，并假以法律之名，全面的开始升级对普通民众所有的生活数据的管控。那么这套管控体系呢，它就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透明的大监狱了。每一个人的征信记录呢，它事实上就会成为你在这个监狱里面获得一个分级处遇，也就是说你的待遇的衡量的标准，会成为这个监狱中啊一个无形的监规措施的规定。表现良好、顺从这个规定的人呢，你就将获得相对宽松的一个监管的待遇，而表现不好的人呢，就将被严厉的管束了。可以说呢，这个它已经标志着中共全面的数字集权的时代已经到来。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